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立委李承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马上来看看啊，因为赖清德提到了爱魂条约啊，好像要挑起这个中俄之间的矛盾，结果俄罗斯回应了赖清德哦。俄罗斯怎么呛他呢？他们的官方用狗吠来形容赖清德哦，说你被美国人煽动啊，肆意吠叫。那俄罗斯的外交部就讲说啊，提及2001年7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已经明定相互放弃对方任何领土要求。2004年10月的时候啊，中俄又签署中俄边界这个东段补充协定啊。俄罗斯讲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当局无权代表北京发表任何声明哦，期盼台湾在看待涉外事务的时候不要太高估自己。这个是扎哈罗娃的一番这个回应哦。那扎哈罗娃甚至还讲说赖清德叫做边缘政治人物的看法，莫斯科其实并不在意。哇，这一番这个呛虾真的是面子都掉了啊！这个赖清德现在显然这个对于绿营来说颜面扫地啊，但是呢，绿营的媒体告诉你的是另外一番话，他们就讲说外媒都引发了国际的回响。外媒比方说像英国电讯报就说哦，大部分的俄军部队都已经投入了乌克兰的战场哦，就目前这个大陆的军力是可以收复被俄罗斯吞并的大片领土的哦，甚至还有这样的一番话哦，所以让大家觉得也挺奥妙的。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自由时报还讲说，哦，法国学者高格福说出真相的总是会赢。那其实高格福大家也是好像有点出口转内销，本来就是亲绿学者，但是呢，这样子报道完之后就感觉，法国也在关注这件事情，这是其实绿营媒体常用的一个方式。那紧接着我们来看看，如果这个赖清德现在颜面扫地的话，我们制作单位也非常贴心的，就是替他想了一想，怎么样赖清德这个洗涤人心哦，才能够维护住尊严呢？首先先跟俄罗斯可以叫板，比方说断绝一切经贸往来啊，我们不买天然气了，再也不买了，一点都不买了。然后哪怕我们自己就是天然气不够，坚持不买。那或者是说祭出制裁，比方说拒买伏特加，拒看玛莎与熊，种种啊，就是我们要强硬起来才能够维护赖清德的面子嘛。或者是说呢，找美国爸爸帮忙，就是说给那个北极熊欺负了啊，是不是你？美国爸爸帮我们出个气，或者是说，你更硬气一点啊！你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你宣布啊，宣战啊，你敢吗？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要回颜面？或者是最后一招大绝招，青鸟飞出来了，现在青鸟包围克宫哦，或者青鸟直接到西伯利亚去跟这个北极熊叫板，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做才能够维护住赖清德的颜面呢？这是以上制作单位提供给赖清德的一些小小建议哦。那再来。这时候赖清德讲这一番话，难道是为了要讨好美国吗？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因为最近日本的智库就发现到说，他们从卫星的图像看，俄罗斯今年7月底的时候前所未有的允许，就是其他这个别国的部队进驻到他们高机密的阿纳德尔空军基地。那画面上面有拍到说，像是这个俄罗斯的图95轰炸机还有运20的运输机，这些这个大陆的军机也都在这个基地起飞。那2架的大陆轰炸机以及这个俄罗斯的军机都从阿拉斯加海岸附近起飞，进行了联合的任务。这是不是一种回应呢？因为美国在中国大陆的门口就日韩等于说在你家门口驻军嘛，那现在解放军也可以这个如法炮制啊，就从跟俄罗斯有这样的一个直接从他的机密的基地来做一些起降那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回应了美国你到我家门口驻军的这件事情？另外我们看一下埃及跟土耳其好像也更靠向中国大陆了。现在目前土耳其已经正式申请了参与金砖国家，彭博社讲说这个消息要加入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土耳其讲说，其实加入金砖国家可以改善呢它跟大陆和俄罗斯之间的经济合作，并且成为欧盟跟亚洲之间的贸易渠道。那当然看到了中国大陆跟欧盟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毛宁有说，这个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中这个是市场国家跟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中方愿意跟其他金砖国家一起秉持这个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这样的一个金砖精神，所以是欢迎这个土耳其的加入。但是欧盟呢，他们是讲说，就算你去加入金砖，你仍然是我们的欧盟候选国，好像态度上面又不太一致了。那目前我们看起来，除了土耳其之外，埃及同样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等于说非洲，然后中亚、东欧之间的一个交汇点嘛。那土耳其这边跟这个中国大陆也有更接近的一个等于说算是合作。运20跑到了埃及的航展飞行我们来看看相关的画面，一边来跟大家说明就歼10也来了，运20也来，在9月3号的时候，埃及的航展这是第一届他们在埃及的滨海城市阿拉曼开幕，那包含了这个运20还有81飞行表演队都应邀参与了这一次的航展然后并且在这个航展当中展开了这个精彩的飞行演出。那埃及的总理就提到了，现在这埃中建交以来双方关系不断的发展，现在政治经济这些领域的合作都成果非常的丰硕，也期待跟中方实施更多的合作项目。也就是说呢，其实你说埃及或者是说土耳其这两国的战略位置相对重要，因为就是衔接这样的一个等于说这几大洲的一个衔接点那其实他们现在看起来态度上面更加的转向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距离反而越走越远了。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盛峰哥，盛峰哥怎么看这个俄罗斯回应赖清德？我想这是自透其面了。这次以为讲了一段很了不起的话，事实上是真的是自己归兵转导灰那为什么我这样来讲？他根本就是一个脑筋不清楚的人。既然你要搞台独，那台湾跟中国大陆是没有关系。那因此从爱芬条约的角度来看，要叫中国大陆去收复那个失土。那我怎么样？从马关条约的角度来看，那中国大陆来收回台湾，那不是刚刚好吗？不，假如他那个逻辑是对的话，根本就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胡说八道一阵而已嘛。然后他以为在国际政治还可以像我们在1450可以鬼扯淡。不，你想嘛，那个逻辑各位这样想的。假如今天中国大陆依据爱芬条约等可以向俄罗斯要求领土，不听的话，我就派兵去把你拿回来。这个逻辑是正确的话，那我请问，依照马关条约也罢，或者依照这一个开罗宣言也罢，那今天中国大陆把兵派来台湾，收复台湾，那不是刚刚好而已吗？那脑筋在想什么真的难怪会被俄罗斯这个讲得很难听的话，这边缘人的意见我靠！我们中华民国谈到中华民国的总统被人家说什么样子？是政治边缘人的意见，不屑一听，那多丢脸的事！1450赶快努力一下，你们不是很喜欢呛吗？就呛老毛子，开玩笑，我们打老共还不够，现在连老毛子来打，是全世界最勇的了。这说你是义和团还真不好意思，因为你反中了，应该没有义和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足以证明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既没有历史观，也没有国际观。所以有人讲说，是不是在讨好给美国？假如讲这话可以讨好给美国，那我只有证明一件事情：怎么白痴到这种程度？美国人听了这话有什么好高兴的？那英国人《电讯报》那什么玩意儿嘛？他就鼓励你老共趁现在那个乌克兰在打仗，那个俄罗斯现在经济缺乏去打。就早把人戏演呢，谁会听得下这种话？这种话在国际上认为是什么？是战争贩子，收拾战争的罪犯。我们这边还把它当作什么玩意儿来这边吹呢？那至于什么法国学者算了啦，那学者多得很呐，一学啦，就像教授嘛，到底是会教书的教授，或是会教的野兽，有没有？那有时候也很难讲了。所以这个不值一谈。我认为，除了证明我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国际观。也没有历史观，是纯粹胡说八道。那你别忘了，你胡说八道，人家可是会回击的，回击的多难看所以这个柜台建议他派青鸟去包围克里姆林宫，不会去了。现在西伯利亚已经冷了，那全部冻死在那里，回不回来了，对吧？导致整个的国际政治是在演变，这个演变是看得出来。就美国面对的经济所造成的国力的匮乏。已经到了很多，他已经很难以再进步了，很难以再往前推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不管是埃及也罢，不管是以这个哪里，这个土耳其也罢，不管是南方国家也罢，他们现在在发现这个世界除了华盛顿为中心之外啊，而且还要看那个华盛顿的那个嘴脸之外，现在发现还有一个可以跟他相处的北京，因为华盛顿是杀鸡取卵，北京啊是养鸡啊生卵，这是不一样的。好，来请教季老师。这个就是说，以现在赖清德这个身份他被一个世界大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说他形容他是在狗吠，就是骂他是狗。这个事情我不晓得我们现在外交部还能够坐得住吗？那这是严重的侮辱啊！对，而且是你赖清德的身份来讲的话，这是对我们也是极重严重的侮辱啊！他这个外交部门都在睡觉啊，对不对？而且把他形容为边缘政治人物的看法，不管我们对他什么意见，可是我们不能接受，就是以他今天的身份被人家形容成一个边缘政治人物，对不对？所以呢，他要有反应啊，这个你不反应，你就是承认，国际上就变成你不反应，你就是承认，所以你是承认你是狗吗？你是承认他是自己是个边缘政治人物呢，对不对？你可以接受，我们还不能接受呢。那你要有所反应啊！你养那么多你那些人干嘛？你讲这句话就自取其辱，搞到这个样子。可是你也不能被侮辱以后你也不做反应，对，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啊。你今天那个身份我是提醒他们，不要被人家侮辱还做什么？还用别人的，用那些不晓得什么法国什么学者没听过的出来讲几句话，你以为当内宣这是涉外事件这是跟你的外在形象有的。然后呢，人家将来这个扎哈罗娃说，我说他是狗叫，他也没有否认他就接受了，他承认他自己就是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些这些我们实在看不太下去这个你知道以他的身份，戴清的身份，失言是很严重的事一言以上邦一言足以上邦他到现在还没有这个自觉，讲出这句话显示他的无知以外，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对，我认为是非常严重的。俄罗斯警告他，警告台湾，你都无动于衷对，怎么会突然搞成这样？你那随便乱讲话，搞到人家那个外交部发言人这样子讲你，对，我们对你没有什么感觉啦，我们是对你代表那个位置，我们觉得不应该让这种事情发生，而且你就坐那边怎么讲唾面自干你现在身份不能让你唾面自干，你有代表性，对。要赶快叫你的这个负责的官员出来要反应不要坐那边被骂了就屁都不敢吭，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太令人意外，也太令人怎么讲呢？就是说讲出这种话令人意外，然后呢，居然用这种无反应方式就这样就没事这种事情真的，我觉得真的有点，真的是怎么讲呢？真的蛮堕落的，蛮堕落的，听了简直快评不下去了。真的很堕落，我觉得这个太堕落了，就丢了我们大家的脸了。好，那青鸟能够飞过去吗？会被冻死了，那很冷的。没有便当在那边等，对吧？我们来问舰长，青鸟要过去不如直接加入乌克兰的部队，直接打进那个库斯克看看还剩几只鸟。那我们来讲说7月底的时候，中俄的战略巡航，大家一直都以为它只有穿越白令海峡进入楚科奇海其实不是只有这样而且不是只有轰六我们一般只知道的是只有轰六跟那个雄式战略轰炸机，俄罗斯的，我们一般知道的是这样，其实不是我们看到的其实还有空警500，那其实呢还有其他的战机怎么说？我们来看
这一张图就很清楚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是空警500，也有加入那这一次的战略巡航。那而且从俄罗斯的官媒它的公布啊，我们可以看到轰6轰炸机，然后事实上俄罗斯派出了苏凯30跟苏凯35啊，只有如此吗？不，那刚刚讲到说啊，有这个东京大学先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它的卫星拍到什么？它的卫星就拍到了运20。直接在这个楚克奇自治区的阿纳德尔机场，这个就是这个机场，而且不止一架。我们如果看这边，这里有一架，这里有一架，这一架是放大的照片，可见得啊，我们对于这个中俄之间的有关于上不封顶的这个战略合作啊，我们其实啊，没有想象到已经变成这样，而且不只有这样而已。也就是在7月的时候，这个焦作舰跟鸿鹄舰，它其实原来是第46批的亚丁湾护航，然后它经过了红海，它经过红海有没有被这个胡塞组织攻击？并没有，这就是真正的大国。真正在世界上面可以平衡的大国，也就是中国大陆，才有这个待遇。美国早就被打到头都破了，130多枚的标准3型、标准6型的飞弹一直发射，那一枚可是400万美元。可是这些胡塞组织用的飞弹，或者是无人机，一枚或者一架1万美元。看看1/4的成本啊，多可怕！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焦作舰，焦作舰上面叫做什么？它铺了一个红符，叫做中埃友谊历久弥新。那这上面这个雷达就证明了052DL。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下面这个照片啊，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最前面的这个就是81的一个表演队啊，那它其实飞越过了金字塔，还有人面狮身像。中国大陆什么时候这么长脸啊？也就是我们看到啊，这个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强盛的地方，而且他为什么要到埃及去？因为埃及航展。那埃及为什么要他去？因为这一些都是埃及想要买的项目啊。军售的本身其实就有国家护从的关系，不然的话，为什么我们一直买不到 Kilo 级潜舰？我们一直买不到这个苏凯27？当初俄罗斯可是想卖的，因为美国从中作梗。如美国说，你买了以后，你其他的你想要买的零附件就都没了，所以我们只好跟着美国继续买，这个就是护从。所以请赖总统不要再讲大话了，有人帮衬吗？没有啊。岸田文雄、尹锡悦，甚至这个小马可斯有帮你讲一句话吗？并没有。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现在目前来看一下，红军村现在真的已经受到了3面包夹哦。现在目前的这个战术上面，我们来为大家解析一下哦。这个乌克兰他们的军校遭到俄罗斯的飞弹空袭哦，是在这个波塔瓦这个地方。波塔瓦，我们先把它圈起来。那目前已知已经造成了51死271伤哦。那泽伦斯基又说，这是俄罗斯败类，要为这次的攻击负起责任啊。那当然是他这个乌克兰非常的愤怒哦。可是
这个俄罗斯的战略是如何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红军村的位置。现在这边是顿内茨克嘛，红军村在这样子的位置，然后波塔瓦等于是在它的这个西边，然后哈尔科夫呢，这里也有一些这个雷霆袭击哦，所以这边是来自于北边的攻击、西边的攻击以及乌东的攻击。乌东的攻击，现在目前俄罗斯续攻乌东啊，来占领领土。那他们讲说，在顿巴斯地区的攻势哦，现在大概是推进200或是300米哦。任何的领土大概是用这个平方公里来计算，所以持续快速的推进，等于说是这个三面夹击的一个态势。目前这一边是这个红军村哦，那红军村呢，它其实本身的名字就叫做波克罗夫斯克。目前因为呢，就是当这个三面包夹过来的时候，所以现在这些乌克兰人哦，他们在挖掘战壕，并且准备可能要告别红军村了，因为现在距离只剩下不到5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三面包夹，恐怕这个红军村，红军城有2种讲法，红军城或是红军村，恐怕就快要被这个俄罗斯拿下来。一旦拿下来之后哦，这边就是涅伯河以东的大乌东，恐怕就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据点可以让他们可以防守抵抗俄罗斯了，是不是整个大乌东就都会沦陷了呢？那再来我们看看。普京也向这个外界来展示说，他好像在这一场战争上面的一个从容哦。他甚至还跟这个孩子们就去到俄罗斯的一个活动，来讲说他当时为什么会从事情报工作。我们来听一下。Отец у меня воевал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Мама была с ребенком в блокадном Ленинграде. Все родственники так или иначе были причастны к событиям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И я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тоже загорелся этим, хотел быть военным человеком. Я изначально хотел работать во внешней разведк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так и получилось, я не знаю. 好，所以泽伦斯基当然现在也承认了，目前在遇到了困境啊。他说乌东地区呢，其实特别是这个红军村的附近哦，俄罗斯军队过去2天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进展，但是的确已经让他们哦好像遇到了一个困境，感觉上面面对到了包夹，所以感觉这个整个俄罗斯哦的扫荡乌东速度比他的预期来得更快。另外呢，看看这个乌克兰他们的媒体提到了，现在俄军使用的雷霆10000这种混合飞弹来攻击乌克兰这个东北部的大城哈尔科夫，这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哦，最大射程是120公里，也显示说呢，这个俄军现在持续在战争当中升级它的弹药设备，它可以从这个北面哦这样子打下来，是比较远距离的这个打法，然后打这个波塔瓦呢，可以吸引一些红军村的乌军过去，让他们可以持续在乌东这边推进过来，拿下红军村。那目前这个乌克兰因为感觉上面战事哦，好像不如预期，在这个库尔斯克的他们攻击俄罗斯的这个位置呢，感觉现在目前俄罗斯也有一些相对应的反击动作哦，那他们也得要往回防守这个哈尔科夫。因此呢，这个乌克兰目前他们本身有5名的部长是集体辞职哦，也就是说他们的内阁已经有1/3悬空，政府要进行重大的改组，就连他们的外长库列巴，我们常在新闻当中看到，他也即将要被解职。那这样子一个好像这个战斗内阁全部都空缺的情况下，要怎么样继续这一场战争，恐怕是泽伦斯基目前很重要的一大课题。那再来，北约是不是要拉高这个战局？美国要向这个乌克兰再提供长程的巡弋飞弹。那这个美国媒体当然是讲说，这可能会有这个改变战局的局势，因为现在看起来乌克兰又被包围起来了，又好像站在比较劣势的这一面哦。那巡弋飞弹能够让它转守为攻吗？能够守得住这个红军村吗？恐怕还有待观察。那这现在泽伦斯基甚至还往这个加拿大去搬救兵哦，希望加拿大能够提供一些防空系统啊、装甲车啊，来授权乌军来使用西方的武器。等于说已经找到了加拿大这边都来帮帮忙啊，因为
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已经不太愿意再提供新一波的军援。那波兰呢？它甚至军费还创下新高，因为它就在这个乌克兰的隔壁嘛。现在这个全球的军工业通通都涌入了波兰最新的防空展，希望能够抢订单。因为波兰生怕如果一旦乌克兰大乌东整个失守的话，是不是下一步可能会朝向波兰？所以波兰现在也在提高警觉，要做好它的一些国防准备。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个其实你现在这个等于说内外交迫的情况下，真的感觉上这个乌克兰不晓得还能撑多久。这个外面的军情这个告急，内部呢又在那边整肃，对，有的部长不是被换，有的是自己请辞，那这个不就跳船了吗？你这个部长是位高权重啊，好处也有很多啊，怎么都请辞不干了呢？是不是想要赶快就这个可能像我们国内某人一样，他这个儿子孙子已经先到美国了，他是不是自己还没去，也干脆辞职以后一起到国外去啊？对，所以这个都是很不好的迹象。我觉得迹象现在比解释还重要，因为现在这个媒体西方的媒体是硬撑住乌克兰了。对，那乌克兰这个现在感觉像这个国家有点像就是说像吸毒的，你知道。他在毒瘾发作之前这个全身又是流鼻涕又是发抖的但是这个毒品一打下去，他又精神百倍。这毒品就是美国的金元跟军元。这个战争，美国的金元跟军元断一天，这个战争就打不下去了。这个战争打的还有什么意思？对，然后自己的国土老百姓基辅的老百姓又回到这个地铁去躲这个飞弹，躲空袭。对不对？然后这个乌克兰有说80%的地方供电都有问题，你晚上连电都没有，对，然后冬天快要到了，所以这个日子是很难过了。那前面你还派军队派了差不多当初是1万多军队打到俄罗斯的库尔斯克，现在又如何呢？还是那1000平方公里再吹也是1000平方公里对，你有打到莫斯科吗？你有往前更进一步吗？自己把前面的桥都切断了，就是表示你不愿意往前走嘛。所以这些战略看起来基本上都是配合美国的选举啦。我就是说，就是配合美国选举。泽伦斯基到底是代表乌克兰的利益，还是代表美国拜登总统的利益？现在已经混淆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他身边的很多这些部长也看不下去了。有的人真的就不干了，可以吧？对不对？然后呢，不听话的呢，那责任就把你赶，就给你炒鱿鱼了嘛。现在就是外忧内患的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看，其实普丁他还是老神在在他又跑到这个什么这个车臣也去跑了一趟，对不对？最近又去蒙古，哇，蒙古铺红地毯。然后那个小女生10几个在那个穿着俄国式的衣服，然后呢用唱俄文的歌曲来取悦普丁，普丁过得蛮快乐的到了整个俄罗斯，到了蒙古人全部用俄罗斯语在迎接他，对，连翻译都不要。所以呢，现在是谁紧张谁不紧张对，所以这场战争，你如果说听西方的媒体来讲话，哇，不得了了，快打莫斯科了。我们国内有些媒体也在误导我们的老百姓，也有这种错觉。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政治人物真的现在尤其西方政治人物都不讲实话，不讲实话，最后倒霉是自己老百姓。好，来请教舰长。俄罗斯用飞弹攻击了乌克兰的军校，意思是什么？也就是下一代的这些指挥官也都没了，就全打掉了。当然不是全部，但是呢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了。那如果说我们看现在的战况的话，那大家就是我们台湾部分的媒体很喜欢讲，哇，库斯克打的真是嘎嘎的好真的吗？那我们看到他根本就是这个普丁就是放了一个空城计，让你进来没关系然后你的苏米就挨了一大堆的飞弹，死的都是老百姓然后你的精锐全部派去打库斯克。我想请问一下，那在这边这个红
红军村啊，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这个地方该怎么办呢？我们看到全部都是短兵相接。那我们刚刚讲说，到底接近的距离有多近啊？那这是我们看到说，8月30号的时候，距这个他们交锋的最前线，距离红军村只有5公里。那到了9月1号，只剩4公里了。那大家觉得这样子推进很慢啊？我们要搞清楚啊，这一个红军村它其实是堡垒城市之一啊。什么是堡垒城市？也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去年的5月，巴赫姆特沦陷，就是被俄罗斯给收复。那这个地方就是堡垒城市。那还有阿夫迪夫卡在今年的2月收复，那这个也是堡垒城市。下一个就是红军村这边，我们看红军村这边有一大堆的这个公路，那个以及一条铁路经过这里，这里是交通枢纽，而且是他们的一个补给的重心。另外，我们看到这一个点就是红军村，它这个一条一条的线都是什么？都是碉堡啊！当初现在就是如果一贯穿之后，后面没有了，后面就没有了，都是那个种小麦的平原。所以为什么现在泽伦斯基这么着急，一天到晚要飞弹？原因就在这里。刚刚有最新消息是说，普京已经准备要对付这个库尔斯克了，就是他本来是放了一个空城，但是他现在可能已经要就是要正面迎接这些乌克兰的精锐部队了。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盛峰哥怎么看？这样子，这个有关俄乌战争，我只能讲大事，我没有办法讲到细节。那这个大事是什么？那我们来看看所有历史上失败之前呢的这一些都会做什么事。第一个，当时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一路败战的时候，我们天天报纸看到什么？是叫转战，明白吗？就是说他明明是被共军打败了，但是报纸不能说我败了，我说我要我转战。什么叫转战？说我只是现在不在这里打，我要转到另一个地方去打，结果转就转到台湾来了。日本在2次大战结束之前，你看日本的报纸没有打输仗啊，一路从南洋打，已经打到了这个琉球了。但是日本的报纸里面没有打输仗啊，还都是赢的。那中途岛战役日本是大败啊，但是所有的经报信息里面日本是大赢啊。所以今天的乌克兰是不是就像这样子？就是每天都是在报纸上打赢战，每天都是在媒体上打胜仗，而事实上是兵败如山倒。所谓的兵败如山倒，我们是看一个现象嘛，就是普丁可以到世界跑照嘛，可以去开所有的国际会议嘛。那泽伦斯基呢，也是跑照嘛，去干什么？去演讲，然后去要资源嘛。这输赢已经够清楚了。可是呢，假如我们不去看这些，只看台湾的报纸，只看立媒的东西，那俄罗斯垮了，早就没有了。从西方的报纸来看，俄罗斯也早就被攻下了。但事实上告诉我们，都不是，因为俄罗斯这一场战争叫特别军事行动它打的是一个有限战争，这绝对是有限战争，就是说我只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战略目标，我就要停了。但是当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还去搞了很多事情，叫围魏救赵，去打库尔斯克，结果呢？当时大家讲一定会打进到莫斯科，结果呢？好，去年不是讲要大全面反攻吗？结果呢？什么都没有。所以乌克兰人也好，泽伦斯基也好，你要想一想，作为美国的棋子，作为美国被拱火的对象，一个国家被整到成这个样子，各位再想一个事情吧。你知道为什么苏联撑不下去？苏联这么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2次大战的时候，大量的年轻人战死在了沙场，尤其优秀的政治工作人员当了政委，在军队的时候，因为作为红军的政委，他必须带钱往前冲，这一些政治干部在战场上年轻的干部牺牲掉了，牺牲掉的结果，这个苏联怎么办？所以苏联到了最后就是一群衰老矣的人，连续3届
连续3届的这个中央委员会议，它是没有换代的，这一届一届的年龄的延长，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可用，年轻人都战死在沙场。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乌克兰有一天在重建的时候，你失去的最多的是什么？是年轻的生命。这个国家再站起来啊，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只为了什么？只为了满足美国的战略需要，只是为了满足了泽连斯基的自我幻想，但是付出代价的是可怜的乌克兰的命运。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昨天美股出现了大跌的情况，难道这是一个美国经济要崩盘的讯号吗？这个美国经济我们可以从一些指数来看，比方说这个昨天辉达就狂泻了9.53%，那主要就是因为美国的司法部有一个传票，就是反垄断的调查的消息一出来让这个辉达直接应声崩盘，市值蒸发了这个等于说2790亿美元，就是相当于台币8.9兆，非常严重，这创下美国公司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单日市值的跌幅。那受到美股拖累，当然日股也是重摔了1200点。这个日韩股市都是如此啊。那整体来说，韩国的话跌幅超过3%，那日经225指数狂杀了1200点，跌幅也是3%，是8月5号以来暴跌幅度最大的。那我们同样台股今天也是受到了波及跌到999点，创下史上第3大跌点。台积电是跌了51元，收在889元。那整体来说的话，这个成交量扩张到7.8万张，很多人讲说，感觉好像是一个 AI 是不是要泡沫化或者是逆风的消息，让市场出现了一些不安的情绪，反映在这个股市的这个暴跌上头。那我们看这个刘德英其实也有提到，他说真的不要被亲中或是亲美给框住他出席了这个经发会的顾问会议，他说其实呢，这个不要被框在这个亲中或亲美，才是让台湾强大的一个方法。有感而发啦。那美国其实他们自己制造业的指数已经连5个月的萎缩了，这代表说景气荣枯线的50%这个数字它其实已经是低于这一个数字，而且订单跟生产都同步在下滑当中。但是美国还是在急打抗中牌11月5号就要投票了，但是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现在只能拿出抗中牌。就好像就是抗中是他们的唯一绝招，甚至连民主党这一次的一些广告文宣上面比起共和党还显得更加的抗中。所以是不是他们现在已经没有招了，自己对于自己的经济没有办法救回来，但是却用这个抗中我只要打击了中国大陆，我的经济就会好了，用这样的方式来跟选民沟通吗？那你看美国的专家就讲，你其实对于中国大陆加征关税是没有好处的，这样子其实也是会自己伤到自己本身美国的经济。那美国另外一大隐忧就是纳坦雅胡，因为以色列现在抗争的行动还在持续当中，还有很多人除了50万人，甚至有的报道说到70万人上街头之外，另外还有人去包围了纳坦雅胡的住宅希望能够尽快达成跟哈马斯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协议。连续3天的示威，要求这个赶快来这个平息战争，连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米勒都出来就说是时候要敲定加沙停火协议了。这一波怒火烧向了纳坦雅胡，纳坦雅胡能够招架得住吗？我们看哈马斯就是上传了6名人质在生前最后的录影，甚至预告接下来还要放出这6人被处决时的画面那当然是就是让大家觉得就是很替这6名人质感到这个不舍啦。不过纳坦雅胡好像没有要停止的这样的一个迹象，讲话还是非常的强硬。我们来听听。אני לא מאמין שמישהו יבוא, מישהו רציני יבוא ויגיד, עכשיו תעשו עוד ויתורים, אתם לא רציניים, החמאס רציני? אני לא מאמין שהדבר הזה קיים. לא מאמין שמישהו חושב את זה, באמת. ואני לא מאמין שהנשיא ביידן באמת אמר את זה. שלא יטיף לי בעניין.
好，就连华府的智库都讲说，这个人质之死已经把以色列推向崩溃了。的确，以色列现在内部大乱。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怎么看？美国这个股灾真的，我们也受影响，对不对？我们的股票也受到很大影响。当然，大家都在探究原因啦。当然就是说 ，NVIDIA 带头啦。对 ，NVIDIA 事实上前2天它的那个第2季财报就不好嘛，就已经大家对于就是说所谓 AI 的这个股的这个估值是不是过高，就已经信心就已经有一点点不满了。对。另外，美国的所有的这个就刚刚讲的，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制造业景气的指数连续五个月，通通是低于50，而且不是55，不是49、48，都是46、47哦。所以这个其实就已经接近到45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所谓不景气的不景气的那个标准了，所以就接近不景气了所以你连续5个月，那没有起色，然后呢，在这个低档徘徊，事实上是很严重的。那再加上美国的初次失业指数人数那这个月又有点上涨。所以过去拜登政府每天说我的就业非常好，所以我经济是美国最近以来有史以来最好的，天天有史以来最好，但指数不支持，所以再加上好死不死又对 NVIDIA 这个前面带着美国股价往前冲的这一支冠军股你又来个什么反倾销调查，真的就变成就是说这一次跌的哇，一天跌掉这么多点这个600点吧，对不对？还是这个真的是有点快空前了吧？要去查一查记录。那不过整体来讲，就是说华尔街这些人，大概他们会觉得，就是说现在美国的股价事实上都高估了，所以呢，事实上有一点调节了。不过我跟你讲啦，怎么跌怎么涨这些总是有人赚的，最后都在收割这些小股民的。小股民都是损失最惨重的，所以这个你要怪谁呢？怪就美国。美国不断的在他的经济里面灌水，不断的怎么样，跟他自己只剩下GDP 10%的制造业叫他们去干嘛？叫他们去搞亲中或亲美，亲中或反中美国这个整个电子业最大的客户就是中国大陆，天天要用美国唯一只剩下 GDP 10%的制造业拿来做政治的工具。你说你不把美国工业进一步搞惨吗？搞光吗？对不对？所以呢，现在美元相对的很多国家都不用美元了，美元的需求又比较少，用美元来收割其他国家经济的状况现在这个中国大陆、俄罗斯的联手救这些小国家，对不对？让他的国家不会因为你美国暴力升息自己的国家的币值贬得变成跟币值一样，人家现在就不用美元，对不对？交易也不用美元，就不必卖自己的本币去买美元，就不会被你收割。所以美国有很多伎俩都被人家看破了。所以你看这个，如果说你今天你的美国股价再跌的话，你还怪外界因素的话，那你还做什么世界经济盟主？都是你自己搞出来的，我们通通被他拖下水。好，来请教舰长。这个台积电的前董事长刘德英他昨天在行政院的经济发展委员会的顾问会议里面谈到不要亲中或也不要亲美，不要被框限住了。问题是那要亲什么呢？他提出了解方他讲说要发展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然后呢以及推动 AI。这个一个推动 AI 这件事情就开始妙了。为什么？因为你推动 AI， 它还点明了这个产业什么资料库产业，资料库产业的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产业是什么？你要有足够的电可是我们台湾小动物专门去破坏电网，不是吗？连树枝绝缘体都破坏电网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电网有问题然后你说要发展 AI， 没有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当然，刘德一前董事长他有讲说这一个有关于 AI 产业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千万不要放弃。可是我们没有电怎么办呢？另外
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我们大家看到了波音的总裁特别讲到，营运副总裁啦，他特别讲到 competition is good， 竞争是好的。只要美国可以碾压其他国家的时候，它都竞争是好的。现在美国的各个产业，例如造船，例如龙门架，这些产业还包含电动车，被中国大陆碾压的时候，他就说哦，那个中国会影响我们国安呐、那个我们要那个小院高墙，把中国大陆围起来，这个是什么样的态度呢？然后这个道理呢，现在之前啊，在2020年竞选的时候，共和党是看不懂的，所以那个时候共和党82%的广告就是通通仇中，今年降到只剩下36%，为什么？因为知道这条路走不下去。那我个人在念那个企管硕士的时候，那时候最红的是什么？是 Michael Porter 的武力分析。武力分析里面啊，他谈到供应商的议价能力。现在大家都是美国就是想要用高关税来拒绝中国，你可能吗？因为你没有替代产业，进来的就是中国，你中国的产品啊，那你加高关税，你只是害死你自己的消费者。那你说，那个有没有新进者？有啊，有越南，还有泰国，但是这些国家的产业全部都是中国大陆到越南、泰国去设厂，所以怎么搞都是白搭。这个已经进入了系统动力学里面讲到的恶性循环，所以你只会越搞越烂而已。美国醒醒吧。好，来请教盛峰哥。这样子台湾话有一个成语啊，讲看演戏的要刷，看戏的不刷，所以演戏的人想停了，看戏的人说不能继续演。可是呢，现在在以色列这个刚好颠倒啊，是看戏的想停了，但是演戏的不想停，这绝对是一个灾难，因为戏要散掉，演的人还继续要在那里演，绝对是一个灾难。这个灾难对美国年底的选举一定会有影响。第二个呢，美国今天之所以对中国这么样子的无可奈何，很简单，因为自己也都没有定论。对于中国的成长，到底是已经到了天花板了呢，或是还会持续的增长，它是有争论的。对于中国大陆究竟是竞争合作的管理呢，或者是压制，也没有定论。那么整个的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战略没有定论的时候，当然就没有战略定力嘛，当然就没有正确的方法。这想一招受一招，今天想到什么做什么，明天想到什么做什么。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美国所用的所谓的关税的政策。好，开启了高关税的结果，这边有个数字可以跟各位比嘛。关税照道理讲，应该把中美贸易应该就打下来了。结果呢，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的部分，比18年还高很高啊，这高了1000多亿啊。然后呢，它的这个贸易顺差还是一样啊，还是一样维持着3000多亿啊。也就是说，你把它打了大半天的结果，它怎么样子？它活得很好，那你有用吗？不止如此，中国大陆也发现，它整个的贸易里面，在美国还是赚的，在美国的量还是增加的，但是它的钱质量增加的更多。你不要说哪里就徽州就好，从2000年的时候只有1000亿啊，到23年的时候是1兆9800亿啊，这是什么数字啊？那我们再来看东盟也是一样啊，过去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日本是美国啊，今天是谁？是中国大陆，证明美国在整个对中国的战略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决定的时候，想到竞争合作控管就用控管，想到了压制就用压制，认为你已经到天花板活不下去了，那就认为你已经没有明天了，那认为你还要继续发展，